注意看，这是老哥的车后视角，不仅身后有多辆氛围灯，前方支援的阿 Sir 更是虎视眈眈，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。面对多位阿 Sir 的围追堵截，老哥非但丝毫不慌，反而秀起了才艺。面对前方的楼梯，他一脚油门就飞了下去。这突如其来的一招打乱了阿 Sir 们的节奏，只能选择绕行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荷兰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职业班的阿 Sir 发现前方的这辆甲壳虫神色慌张，看上去颇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。而当他发出想要拧减的信号时，老哥的车速反倒是越来越快。这举动无异于此地无银300两，瞬间就勾起了阿 Sir 的兴趣。既然阁下不想好好说，那么在下也略懂一些车技。打开氛围灯，游戏开始。在阿 Sir 查询过老哥的车牌后得知，这辆车的车牌与车型不符，看来大概率是一辆被泥原购的车。从老哥的尾灯来看，他所驾驶的是一辆第3代的大众甲壳虫，生产周期为2011到2019年，而第3代也是这款车的最后一代。当年喜欢这款车的小姐姐们好不容易攒够钱后，它却已经停产。也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被男朋友用这辆车画过饼。这辆车最高搭载 2.0T 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10，但从眼前这辆车的单出排气来看，这最多就是个中配，搭载 1.4T 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60。对于这款车动力没有概念的，可以参考同样 1.4T 的高尔夫。可以看到这一路下来，虽然直线上跑不过，但老哥确实显得相当灵活。纵使荷兰的阿 Sir 也会 PIT， 但却是根本找不到上手的机会。而两人的匹配仅仅才3分钟左右，在老哥的一阵拉扯下，居然就已经跑出了国界。想不到吧？此刻老哥已经进入了德国，这小地方就是好，随便跑几步就出国了。不过阿 Sir 并没有就此放弃，而是联系了德国警方，让他们协助完成这次抓捕行动。没有想到德国当地的阿 Sir 居然已读不回，看来是不想加班。这么长的时间拉扯下来，居然没能将阿 Sir 甩开半点，看来甲壳虫主打的就是一个好看。还在经过这个转盘时，老哥居然停了下来，难不成是准备打算投降？不对，看样子是对这里的地形不太熟。这下糟了，不仅车辆的动力不占优势，对地形也不够熟悉，哪怕是拥有6星的技巧，也极容易栽沟里。此时老哥又一次停了下来，甚至还打开了车门。好家伙，难不成是准备找阿 Sir 问路，搞得好像阿 Sir 对这里就很熟一样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战力表。好，差点没看出来，这老哥居然是位5星大佬。我就说吧，这阿 Sir 还不如老哥呢。而在绕了一大圈之后，老哥终于找到了回国的路。到了熟悉的地图，就可以用技巧碾压阿 Sir。而阿 Sir 心想，在德国我叫不到支援，回国了我还叫不动队友吗？现在可以说是两人都来到了自己擅长的环境，而直到此刻，老哥才终于开始发挥实力。在这种多弯的窄路当中，虽然动力不占优势，但车小灵活也是一个强项。相比较阿 Sir 所驾驶的旅行版奥迪 A6，这甲壳虫简直灵活的像只甲壳虫，明明动力更强，却始终找不到靠近的机会。这辆奥迪 A6 Avant 搭载 2.0T 4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04。此时队友终于赶到了现场，尽管他没开灯躲在一旁，但老哥还是第一时间发现了他布置的货胎器，于是便绕过转盘走上了绿化带。这一时拉满，队友见老哥不上当，也是立刻进行补位。两位阿 Sir 的配合倒是相当默契，给老哥看得后背发凉，所以晚上睡觉必须裹上神器小鹿泡芙杯 Pro， 软乎蓬松，翻身也轻松。Pro 版保暖加倍，也更吸湿更透气。我这条才188，今年这儿最便宜，还保加1年，买贵退差。小鹿的3层隔离设计，用上下2层软红外发热面料生成暖意，中间的超细纤维和3维立体结构负责锁温。我盖一整晚都很暖和，像开了暖气，旧棉被沉重压身，盖上手脚冰凉，时间久还会有味发黄。哪像小鹿升级吸湿纤维和莱赛尔纤维，蓬松透气，排出水汽，爱出汗的阿 Sir 也不用再受气。7A 级的抗菌 A 类面料，加了控敏抗菌纤维，洗完澡就是一个贴贴，不用担心跑棉，因为内芯有行缝固定，用洗衣机滚也很平整。需要的兄弟根据你那的温度选择厚度和尺寸，4季款和加厚款全都有。双11叠加优惠券，到手全年底价送运险，2年内有问题免费换新，快冲！从阿 Sir 的后摄视角来看，这压力简直拉满。而老哥的一个分心，让身后的阿 Sir 找到了机会，趁老哥转弯时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好家伙，要是再猛一点，都能直接给老哥顶翻。但这一下老哥并无大碍，反倒是如同打开了任督二脉，一扫刚才低迷的状态。管他什么路，是越跑越快，反正不是自己的车，管他坏不坏。阿
阿 sa 刚才的这一个贴贴让自己信心大增，这老哥看上去也没有那么厉害，再加上此时赶来支援的队友越来越多，想必拿下老哥也要不了多少时间。于是他一马当先，逼得老哥把路越走越偏，看着老哥走投无路，钻进了牛角尖。没想到堂堂5星大佬也有今天，面对身后一队阿 sa 的围追堵截，老哥把心一横，一脚油门就从楼梯上飞了下去。好家伙，这下轮到阿 sa 不会了，但队友多的重要性很快就体现了出来，赶来支援的队友及时补位，很快便再次跟上了老哥。而对于老哥来说，外面已经是天罗地网，没走几步就刷新出一辆新的警车。面对如此绝境，老哥也是开启了他的操作，此时至少有5辆氛围灯对他进行包夹，老哥硬是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，多位阿 sa 合力上去贴贴都没能将他堵住。直到此刻，老哥才真正的展现出了5星的技术，随后一脚油门加速，成功和这一片阿 sa 分出了胜负。但能被称为天罗地网的场面又怎么会这么简单？参与围剿的警车早已超过了20辆，在这个本来就不大的地方，老哥不论走到哪里，前方都有阿 sa 在等候，就这阵仗哪像是零元购？你说老哥改了阿 sa 我都信。老哥本以为穿过小路阿 sa 会变少，没想到已经有阿 sa 在此等候多时，就连无标识警车都已经赶到了现场。也不知道带着阿 sa 们绕了多少圈，突然从前方杀出一辆奔驰，直接撞了上来。而这辆奔驰持续发力，卡住了老哥的车身。驾驶 A6 的阿 sa 也连忙顶上去，两人合力让老哥动弹不得。好家伙，没有防撞梁，这样撞也是真的一点都不心疼。至此，在多位阿 sa 的配合下，才终于将老哥拿下。经过调查，这辆车是老哥从德国偷过来的。好家伙，合着是纯进口。而他将被指控盗窃和鲁莽驾驶，面临监禁6个月、缓刑3个月以及吊销驾照12个月等多样处罚。这么嗨了一晚上才缓刑，我认为这被判的已经是非常轻。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